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傅山海、程毅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演绎萧秋水？程毅的表演向来以破碎感著称，从琉璃到莲花楼，他几乎凭一己之力，把那种忍痛不言的克制情绪演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符号。然而，当傅山海开播，观众惊讶地发现，这一次程毅不再美式崩溃，他哭得不像仙，也不像隐者，而像一个倔强又脆弱的孩子。有人说他这次哭得不对劲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程毅用的正是萧秋水的哭法。破碎不再是痛，而是本能。要理解程毅这次的不同，首先得明白破碎在不同角色中的意义。在琉璃里，司凤的哭是压抑、克制，几乎要碎裂的爱；在莲花楼中，李莲花的哭是病骨之下对命运的无声和解。两者都带着成熟男人的孤寂与苦楚，是深藏在灵魂里的疼痛。但萧秋水不是，他是被世界温柔以待长大的少年，是父母掌心的明珠，师门的骄子。这样的角色，面对伤痛时不会自我克制，而是本能的崩溃。程毅之所以让萧秋水哭得像个孩子，不是因为他演技退步，而是因为他懂得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根本不会优雅的落泪，被宠坏的孩子不会体面的哭。萧秋水的成长轨迹决定了他表达情绪的方式。他生于浣花剑派，出身名门，身份尊贵，从小聪明伶俐，身边又不乏忠诚的兄弟、溺爱的家人。他可以任性，可以撒娇，因为他知道，无论犯了什么错，总有人替他收场。这种安全感在他心中扎根，也塑造了他一种被宠坏的天真。他对世界没有真正的戒备，对爱有着不加怀疑的信任。于是，当他陷入困境，当亲情受到怀疑，他的反应并不是冷静或理性，而是极度情绪化的。他哭，不是为自己委屈，而是为什么哥哥不相信我而哭。他喊，不是愤怒的咆哮，而是孩子般的呼唤，哥，你是我亲哥哥，为什么要信外人？程毅在这场戏里没有再用莲花楼中那种含泪微颤、目光寂静的方式，而是让萧秋水失控，他的声音在发抖，眼泪混着鼻音，情绪铺天盖地。那不是技巧的表演，而是角色出于安全感被撕裂后的自然反应。潜意识的交叠，萧明明与萧秋水的融合。傅山海最复杂的设定之一，正是萧明明与萧秋水的灵魂交错。萧明明虽然来自现代，但他继承了萧秋水的技艺与武功，甚至潜意识都在延续那个古代少爷的思维模式。因此，当他面对家人背叛、失去这些关键情感时，哭的不是现代人，而是萧秋水的方式。他下意识的撒娇，下意识的求原谅，下意识地抓住哥哥的手，那是灵魂的记忆在作祟。这一层心理的细节，程毅没有用台词去交代，而是通过表演细节演出来。他在面对哥哥时音调偏高，尾音轻颤，像个想求哄的小孩。当镜头切换到面对兄弟，他立刻换成了低沉有担当的语气，这不是技巧的炫技，而是人物身份层次的精准转换。这种内在的分裂感，恰恰说明程毅对剧本与人物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。他不是在演哭戏，而是在演灵魂的习惯反应。别扔下弟弟最纯粹的情感召唤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场求哥哥原谅的哭戏。当大哥、二哥要与他断绝关系时，萧秋水崩溃了，他爬在地上，哭得肿，哭得乱，哭得毫无形象。他喊着不要不要我啊！很多观众质疑这场戏哭得太夸张，但正是这种不好看的表演让人心疼，因为这不是成年人式的悲伤，而是一个孩子害怕被遗弃的本能反应。程毅在地上扑倒、翻滚的肢体动作，配合声嘶力竭的哭喊，
几乎重现了一个小孩犯错后拼命求哥哥原谅的画面。那一刻，萧秋水不再是名门少爷，也不是剑侠，而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在爱里长大，终于第一次失去爱的孩子。他的哭声带着颤音，情绪混乱，却极具真实感。你能看到他崩坏的灵魂，也能感受到那个孩子在恐惧里仍旧执着地伸出手去抓哥哥的衣袖。这不是技巧的表演，而是心理层面的回归幼态。程毅深刻地意识到，当一个人从小被爱包裹，失去爱时，他会本能地变回那个被爱的孩子。哭戏的角色语言不是技巧，而是本能逻辑。如果说琉璃的哭戏是压抑的诗意，莲花楼的哭戏是寂静的哲思，那副山海的哭戏就是赤裸的情感。程毅这次几乎完全放弃了美化表演的控制力，不管面部是否变形，不管镜头是否捕捉到最漂亮的角度，他让情绪本身主导身体。在面对父母遇险时，他一手抓着大哥，一手抓着二哥，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的浮木。在呼喊弟弟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时，语气是轻的、撒娇的，却又带着死亡的悲怆。那种求原谅与求抚慰交织在一起的哭法，几乎成了萧秋水这个角色最动人的时刻。他的哭不再是对命运的反抗，而是对亲情的依赖。他不是英雄落泪，而是孩子在哭。正因为如此，才让观众感到刺痛。程毅的破碎美学的新阶段。程毅的破碎感从来不止一种形态。早期的他是用克制与隐忍去诠释痛。赴山海之后，他开始探索更生活化、更原始的情感表达。他不再追求美感的悲伤，而是情绪的真实性。萧秋水之所以动人，不是因为他英雄，而是因为他太像我们自己那个被爱包裹，却终要面对离别的孩子。程毅没有把他演成悲情男主，而是演成了成长中的人。从任性到失落，从被护到自觉，他的情绪轨迹是完整的，而每一场哭戏都是这条轨迹上最真实的标记。赴山海中的程毅已经不再重复自己，他不再追求表演上的高级，而是选择情感上的诚实。他的哭戏也许不美，但极真。那种哭法正是萧秋水的哭法，带着任性，带着依赖，带着一个被宠坏孩子的本能。当他在哥哥怀里说出弟弟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时，你忽然明白，这不是演技的选择，而是角色的命运。程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另一种破碎，不是强忍的悲，而是无法隐藏的爱。